是的。放开王家！少废话，别喊！上去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！快来人！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！快！前面追！第76号是。停车！站住！是76号的特务，我已经猜到是他们，否则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租界绑人？没有办法，回去向苦主交代吧，只有自认倒霉了。我再问一遍，坐在你咖啡馆里引爆炸弹、劫持铁甲车的那个男人是谁？我说过了，我不认识他。哼，识相一点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一个女人，何必在这里替别人顶罪？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和身份，我现在就放你回家。我是开咖啡馆的，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位客人？靠窗口4号桌上放着2个咖啡杯，从杯子来判断，一个是那个劫持者的，另一个就是你的。难道你和每一位来咖啡馆的客人都一起喝咖啡吗？哼，怎么样？无话可说了。严小姐，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76号特工总部，就是铁人进来也得给我开口说话。识相的，现在说真话还不晚，再过一会儿，恐怕你就是想死，都是件奢侈的事情了。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？我说过了，不认识他。你在挑战我的耐心。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？来人，把这个臭女人给我架起来，让她尝尝老虎凳的滋味。是。
再问一遍，那个男人是谁？怎么样？想起来了吗？再讲。怎么样？这回想起来了吧？讲。你说不说？说！那个男人是谁？你给我说！再讲！你说，给我说，那个男人是谁？说出来！张月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？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，极力勾引张月新的父亲张啸天，与张月新发生了冲突。天国宝藏？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，但现在看起来，此事不仅存在，而且离我们很近。看来老头子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。是的。哎，可张啸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还很难说，但据张月新讲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啸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，这一点从大岛英之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。如果他们没有几分把握，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之的。有道理。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，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绝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。
我是谁？我不知道。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，就要杀我？啊！不是我，是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说。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是，他让我们来的。是他？是的，是的，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，认清你的轿车，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。是在霞飞医院？你说的非常好，但即使如此，你也无法活命。啊！烧毁轿车。是。大叔，谢谢你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看到这几个日本浪人在街口设埋伏，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，这才赶回武场取来兵器前来支援。奇怪，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呢？这还用问？肯定是张月新，他与市串通一气，想要杀死你。哎，巫女说的对，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？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，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，险些要了你的性命。对这种坏人，亏你还这么上心。可张月新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要想害我，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上就可以做到，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。也许他当时不想害你，现在改变主意了。哎，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他说话？哎呀，行了，好了，这件事以后再说，立刻撤离。好。石先生，出事了！出了什么事？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，在瑞德路口发现了10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。巡捕说，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，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。告诉巡捕方，此事与我们无关，叫他们处理。好，这样也好，免了麻烦。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。严双英，いつか貴様の生きの根を止めてやる。你找谁？啊！
怎么了？那个姓严的小妞怎么样？李主任让我过来看看。好的。没事就好，我走了。啊。
你要做什么？是你？是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救你的。别哭，听我说，你不能跟我走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现在跟我走，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没时间解释了，记住，按我说的做。大家不要乱，不要乱！哪儿发生爆炸？不知道啊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跟我来！李主任，你看啊！他在里面，给我冲！不好！让开！怎么，要走吗？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，你是第一个。对于一个高手来说，这是最好的退路。我假定你是高手，所以在这里等你。你果然来了。如果我不是高手呢？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有道理。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？谈不上领袖，说杀手更确切些。你的声音很耳熟啊。是吗？很多人都这么说。那看起来，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。转过身来。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，就可以制住我？如果你认为不是，可以试一试。我这人有个习惯，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。他现在正看着你。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，这种幼稚的把戏只能骗骗小孩子。转过身来，让我看清你的脸。
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。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？啊！去接应过去。抬走。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，强力炸弹摧毁了墙壁，波及到全楼。这是有预谋的袭击，敌人是怎么进来的？怪就怪在这里。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，不要说杀手，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，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。突袭的敌人有多少？只有一个人。什么？只有一个人？是。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，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，还有什么？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，所有设备全部毁坏。走走。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！特使阁下，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尧的？既然是来救严运尧的，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、通讯室和资料室？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，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的，只求公开血腥，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。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，威力极其强大。奇怪，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？特使阁下，特使阁下，李主任，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。啊？怎么样？被我言中了吧？走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都看到了什么？他来了。谁？你们要找的人。袭击铁甲车、抢劫黄金的歹徒。他说他看到了抢劫
黄金的歹徒。又是猎鹰暗杀队。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？是的，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。虽然他戴着面罩，但我仍能认出他来。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？我早就说过，不认识他，可你们不相信。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。先是外面发生了大爆炸，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。紧接着，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。过了几秒钟，关押室的门打开了，那个男人站在门前，看了看我，便转身离开了。特使阁下，这里有张字条。立刻释放赵立军，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赵立军是谁？哦，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，几天前被捕。看起来，猎鹰暗杀队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关押在这里，这才实施突击，却没有找到，这才恼羞成怒，大闹76号。从现场的情况看来，的确如此。否则，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、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？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，却不救走严玉瑶，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？特使阁下，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。她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，也不认识那些人，否则的话，她现在也不会留在这里。看起来的确如此。你到哪儿去了？我埋伏在楼顶等待袭击者，果然如我所料，他来了。你看到了他？看起来是科长没能将袭击者捕获，否则怎么会一个人回来？是我太无能了。那你至少应该看清楚了他的相貌。对不起，他一直背对着我，所以我没能看清他的脸。原来是这样，释少佐自诩武功高强，能力过人，原来不过是自吹自擂呀。世君，你曾经向我保证过，不让歹徒溜走，可现在呢，你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。你这种志大才疏的表现，实在是令人失望啊，并且也使你的家族蒙羞。特使阁下，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，可他的声音却非常耳熟，好像是……释少佐，你不会告诉我此事又与我有关吧？以后不要再信口开河了。是。记住，你要改掉自己身上轻狂傲慢的毛病，学会谦虚谨慎，要懂得和各方势力进行合作，这样才能够消灭猎鹰暗杀队。我懂了。特使阁下，既然严小姐并不是抢劫黄金的嫌疑犯，您看应当怎么处理呀？那师长阁下认为呢？这种事情还是特使阁下亲自处理好。丽萨，这是陆军情报部和76号特工总部的事情，就由你们做主吧。既然严玉瑶不是嫌疑犯，就没有理由再羁押下去了吧？否则，我们也无法向社会交代。丽萨，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，
袁田长官，你看呢？那就这样吧，那就立刻释放。大家都看到了，猎鹰暗杀队猖獗到了何种地步，公然袭击76号特工总部，这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、对县政府的藐视。这种状况必须尽快解决。诸位，要行动起来，与上海滩各派势力合作，尽快铲除这伙违抗分子。是，一定竭尽全力。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制止你吗？张啸天对于释放严运瑶态度非常积极，这一点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不错，自从他见到这个严运瑶之后，就对他非常关注。我和英芝小姐都很奇怪。这个严运瑶啊，其实他并不认识抢劫黄金的歹徒，关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用处。然而对于天国宝藏来说，他却是个关键人物。哦，相信我，张啸天一定会有所动作，因此立刻命令李志群派2路人马昼夜监视严运瑶家和张啸天公馆。是。怎么，特使阁下，是不是您的皮肤开始溃烂了？要不要去叫医生？是。是郡主啊！郡主出来了。是郡主，我去接郡主，你去报告吴队长。啊，好。哎，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法斯宾路。好嘞，上车吧你。坐好了。跟上那辆黄包车。是。路太窄，进不去了。笨蛋，绕到街那头等他们。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长颈那儿。不对，这不是去法斯宾路，立刻停车！听见没有？否则我要喊人了。
你要做什么？严双英要我来接你。是他要你来接我？后面有人跟踪。他在哪儿？在等你，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。什么？云瑶放出来了？是啊，我们亲眼看到郡主走出76号大门，小赵拉车去接她，要我回来报信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老天有眼！哎呀，云瑶出了是好事，应该高兴才对呀。我高兴，高兴。老莫，看起来金条起作用了。打个电话。喂，我找吴队长。好的，吴队长，找你的。喂，是我。队长，我跟丢了。什么？跟丢了？是啊。队长，我一路跟随，可没想到郡主的黄包车拐进了弄堂里，七拐八绕的，就不见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回来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郡主被另一辆黄包车接走了。啊！为师小赵尾随其后，却没有跟住。另一辆黄包车？我想，应该是误打误撞接到了郡主，不会有事的。哎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过了桥，你就能看到他了。你还好吗？你呢？还好吗？我很好。疼吗？为什么要保护我？你呢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不想问点别的吗？我有一肚子问题，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。算了，不问了。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，抗战爆发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，也就是军统，隶属上海区，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，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，摧毁日军军用设施。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，对吧？说了半天，还是你言简意赅，一点不错。
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，我是他们的首领，代号叫伯爵。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，叫林小江，代号飞人。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，不怕我出卖你？如果你会出卖我，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。真不敢相信，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。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？要证明一下吗？喂，请接皇朝5天。什么？接不通？他们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来了！吴队长呢？上！你们干什么呀？这是！妈妈，干什么？来人啊！走！大姐，大姐，允瑶，出事了，上楼看看，快点！允瑶，我们还是来晚了，追吧！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，怎么追呀？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，却束手无策？别急，别急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有人来了，会不会是于秀清又返回来了？熄灭灯火，大家快隐蔽！快！好像很安静。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。如果真有情况，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。先找到监视的特务，询问一下情况。在上面。怎么回事？刚混蛋！刚他妈什么？快
快说！十几分钟前，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，将我们扑倒在地，绳捆索绑。是什么样的人？看不出身份，但手脚很麻利，一看就是老手子。出事了，走！冲进屋去！开灯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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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你，放下武器！是你，穆先生。李主任，别来无恙啊！真没想到，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、谦恭有礼，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少废话！叫你的人放下枪！哦，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，76号怎么样？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，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，颐指气使，不可一世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今天落入我们手中，再敢抵抗，就乱枪打死你们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，把枪放下！我听你的就是。小心！对面是76号的特务，这些人训练有素，很难对付。而且枪声肯定惊动了巡捕，他们马上就会赶到。我们不能恋战，叫弟兄们撤出战斗，走！他们要跑，弟兄们追！
后！不许动，放下手枪！我是76号特工组部主任李志群，到这里来执行任务。我不管你是76号还是86号，这是公共租界，在这里闹事就要受到惩罚。哎呀，连红头阿三都来找76号的便宜。你们敢在租界开枪打巡捕，太狂张了，太狂张了！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。什么叫太狂张了？应该说太猖狂了，懂吗？你们这些红头阿三，整天抱着美国主子、英国主子、法国主子粗腿，闻他们的臭脚，跟个三孙子一样。可见着老百姓呢，啊，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，神气活现，摇头摆尾，吹牛皮，说大话唬人。可一听到枪声，就吓得屁滚尿流，钻到车底下逃命。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，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。还有，给他提个醒，上次我借给他的5根金条可还没还呢。是。哼，俗货！上车，回76号。有这样的事情？是的，我和释先生到的时候，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。没错，那些枪手训练有素，绝不是地痞流氓。依你们看，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哦，领头的我认识，姓穆，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。啊，前些日子严玉瑶被关押在76号时，此人来找过我，要我照顾那个女人。开纳路图书馆？是的。严玉瑶对我说过，她就在那里工作。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玉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。我也同意李总的看法。既然如此，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，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？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，我们就赶到了。不，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世君，张啸天有什么动静吗？啊，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，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他已经回家了。再也没有出来。亲爱的世君，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。张啸天在夜晚到严运瑶家，难道是为了走亲戚、看朋友吗？特使阁下，您的意思是？请相信我的判断。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，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。
起来，他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，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。特使阁下，您的意思是，他绑架了严苗母女？难道不是吗？否则他为什么要避开监视，深夜潜出公馆？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条金蝉脱壳之计？张啸天这种唯唯诺诺的人，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真是难以置信呢。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啸天的为人，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。